这一集我要讲我这5、6年来做自然农法的一些困难，还有回答网友问的一些问题。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做自然农法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这些枯枝树叶如果不再输入进来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再种出作物出来？我的答案是可能很难。目前我这些枯枝树叶怎么来？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在做园艺的，所以他每年的夏天他都会有大量这种枯枝树叶，所以他就会搬运到我们家。但是我有想过一些解决的办法，就是你一定要轮作。轮作是你需要去种绿肥，那你作物的话是需要不同科的去共生。种绿肥的话我们夏天这边的天气来讲，比较适合种田青，所以我还是觉得田青比较好。种苗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苗大部分都是经过改良的，所以其实我们没有那个技术去留种。我的功力还没有到那边，所以但是你边做边看，有些植物你可以留下来让它去开花结果，你再把那个种子收起来，然后你再用种子再来发育看看，因为那个种子它们都有记忆的能力它会记忆这块土地你是怎么去照顾它的，所以如果你有那个种子可以生生不息的时候，它就会习惯用这种自然农法方式去种出来。自然农法它没有固定的收入跟 SOP 只是全凭我们自己去观察。然后你种出来的作物，其实你要有收入，我觉得就是需要去建立一个人跟人之间信任的关系。他如果来到你的园区或你的田间去看过你怎么去生产食物，他会很愿意去买你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超越所谓现在的一些标章规范的一个做法，直接到生产地去看东西，人家就会愿意跟你购买。那你也不用卖得太贵，你因为用这种方式去生产的成本真的是非常低那你如果生产成本低，你有赚就可以了，那人家的回购率就会很高。施肥的多跟少需要自己去做实验，但是我的倾向是最好是完全不施肥是最好的，尽量去模仿森林的状态，因为森林上没有人去施肥也没有人去除草，没有人做什么，为什么那个树木草都会一直生长的为什么我们种的作物就一定要保护得这么好，它才有办法生长？这是一个我有去思考过这些的问题。为什么不翻耕是你有没有想过，当那个土壤的结构被你破坏之后，那个土被你打得很细碎，它遇到水是不是反而会更凝住、更不透气？所以你才会变成说你每年都需要翻耕。但是如果植物的根去生长出来的孔隙，它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很稳定的结构。那蚯蚓微生物它就会在那边栖息，只要你有根系一直发展，它就会变成一个其实很透水的土壤。对，就像森林里面的泥土一样，软软的，但是又非常透水又不积水。你反而去翻了它之后，分子变小了，一遇水就凝结，一遇水就凝结，所以你就只能种一期作物，下一期你就要继续再做翻耕，所以你是永无止境的都在翻土。量很少，
产量很少哦，因为你种的杂，当然你种单一性东西不多，你一定会产量很少。所以说，你如果种单一性的东西，就是有违反自然的法则，所以你就会很辛苦的在做于种植的事。所以我觉得平常心就好了，尽量不要往商业上发展，因为你如果往商业发展，你就会想种多要赚钱。那当你进入变商人模式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农夫。这个是大王蔡夫子说的。你看我现在在种这个秋葵，然后旁边又有凤梨。那后来我就是其实没有想这么多，有空间我就去塞啊。所以我觉得适地适种这种东西，就是需要你去不断的去种植，才会去发现这些田间哪一个区块它适合种什么，跟不适合种什么。你像这边附近还这么多铜钱草，我也是给它种下去啊。但是我只要在这个区域不妨害到它的日照，你就种，也许长得不错哦。你只要不要去设想太多，自然就会去告诉你哪边适合，哪边不适合。我相信那些远古的真人啊，他们每天在过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子，他不会为明天去烦恼，有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其实他们比我们现代人过得还要快乐。是人要去配合自然，不是人想去种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只要顺应自然去种植，老天爷一定会给你东西吃。